我是方世清医师，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这是不看更焦虑第24集。我绑架了我自己。方医师在上一集提到说，我们会分裂成3个我：脆弱的我、真实的我，还有嘴巴上的我、现在的我，还有我理想中的我、完美的虚拟人设、未来的我。这3个我呢，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那今天这个题目很好玩，很有意思，就是我绑架了我自己。有一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发生一个银行抢案，就是这2个绑匪做的。他们抢的银行，绑架的人质，相处了一段时间。那这些被绑架的人质呢，不但没有这个讨厌生气这2位绑匪，反而因为在绑架的过程里建立的革命情感，同情这2位绑匪，甚至替他们说情。后来这件事情呢，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这2位绑匪看起来应该也算是普通的帅了哈，所以呢，绑匪呢反而把他们的这个英雄啊投射在这2位身上，那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以前的 PTT 啊，有时候也会拍摄一些正常职业美女的照片。那这一位呢，曾经被选为一个最漂亮、最美丽的女警察之一啦。那她曾经在执勤的时候，被网友拍她执勤的照片，那直接在题目上标题就下为"逮捕我吧"。被这位女警察，漂亮的女警察逮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方医师就把这种叫做人质情节，被绑架是我们以前祖先常常面临的问题之一。以前部落跟部落之间常常产生一些争夺，尤其是女性有时候被像动物一样直接被绑架。那被绑架的女性，她也是要活下去所以她发展出一种适应这个被绑架环境的心理特征。所以人质情节呢，向强权屈服是一个人类心理适应的特质。过去的我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是坑坑洞洞、跌跌撞撞的。所以一个脆弱而真实的我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我们心理的原型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满意这个原型为什么我要这么凄惨呢？所以我们就会虚拟出一个完美的人设，就是理想的我。那此时此刻的我呢，必须要去处理、协调这2个不同的我。一个是脆弱的，一个会恐惧、焦虑、紧张、害怕的很失落的我；一个是被我假设为很完美、理想，想要成为或已经成为理想的我。那现在的我就必须要去协调这2个不同的我。怎么协调呢？就产生2种人质情节。第一种人质情节就是把真实的我给合理化了，把创伤合理化了。第二个人质情节就是把我不完美的人设变成完美的虚拟人设。我们来讲第一个，我的人质情节。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是很糟糕的过去，我不能接受我竟然是有胆小懦弱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所以呢，我制造了一个合理化创伤的方法。心理创伤的剧场，我们以前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鸟事、被霸凌的事，这些坏事我们不断的反刍它，结果我们找到逃脱之道原来逃脱之道呢的烂方法就是把它隐藏起来，跟别人说我已经没事了，我已经 OK 了，甚至合理化，觉得发生这件事情呢，我自己也有错对方也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把坏人竟然可以说成好人，把绑匪呢说成是英雄，这就是合理化。那这个心理剧场掩盖了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没有合理正确的去面对我们发生这些心理的创伤，我们内心里呢常常都用这种方法来逃脱我们遇到的坏事也就是合理化我们的创伤。
我们的句型有包括我自己也有不对的我不应该穿着暴露的衣服到外面，所以被人家强暴，我自己也有不对我是委曲求全明明自己很孬，比如说被长辈泼水泼到脸上去，明明就是很孬，不敢反抗，但说我没有反抗的原因是因为我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自己骗自己。有时候会说对方也是有压力的，对方像我老公常常打我，是因为他生活不如意，工作有压力，所以他才会生气的。所以他打我是因为他有压力所以我就原谅他的。他不是坏人他有时候是好好的，他只是一时失控，会用扫帚打我他平常对我还不错，平常都不会打我，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三会打我还有一种语法就是这件事情呢是不可能避开的，是无法避免的，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绝对没办法逃脱的。你叫我离开也是没有办法离开的，没有办法改变它的，什么事情都一定是这个样子发生的。做任何努力呢都是徒劳的。发音师列出来这些句型，就是说我们正在有人质情节合理化我们的创伤。那真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难道方医师有另外一个解决之道吗？我们还可以讲出更美妙的道理，然后来把这件事情弄得更妥善吗？方医师也没有好的办法。我们要承认我们都会有懦弱、脆弱、不成熟，不管是霸凌别人还是被别人霸凌的弱小时刻。然后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把这件创伤的经验呢变成一张图，就好像得到的奖状一样，框起来放在你的墙壁上，天天看，看到习惯，看到平衡。甚至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要更勇敢一点，你应该站起来逃离那个现场，你应该为自己努力一点，或者说对别人有亏欠，觉得讲那个话是不对的，你应该要当场怎么调整，都在这一幅画里面。所以一幅画你可以消极的看，看到习惯，你也可以积极的看，用正确的方法，新的剧本来看，然后把它看习惯了。这就是方医师去避掉人质情节一，合理化创伤的方法。第二个，人质情节二，完美的虚拟人生人生因为不完美，直接创造一个完美。比如说有人说你脾气好不好，他都会说我脾气很好，很凶的说。然后你如果再跟他说你脾气没有很好我脾气真的很好，很凶的说。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形？有，他都自我解离了，他以为他什么都是对的，他的人生呢没有不完美，如果有不完美，一定都是别人害的，老婆害的，老公害的，朋友害的或者是什么害的。像以前如果有一些杀人犯然后去反问他的邻居那邻居都说这个小孩子本来很乖的，非常乖的，是因为他交到坏朋友，都是坏朋友害的所以这个人质情节二就是我是完美的，我有完美的人设，如果人生不完美，全部都是别人害的。下一章，因为不能够接受自己不堪的过去或不完美的人设，所以直接解离相信自己有一个完美的人设在里面不但创造这个完美的人设，而且还去相信他、迷信他，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 OK 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很多自己觉得非常 OK， 所有旁边人都觉得你不是这样，没有那么 OK 我跟你讲，你不是这样结果我还相信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已经解离了。那完美的人设，不管是从小被家长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学校或者是整个社会给你的框框，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应该要这个样子的
所以被人家认为我应该怎么样，或者是我自己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它的语法就是如下。比如说，我应该要孝顺父母，如果不孝顺父母，如果不配合父母的意见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天理难容啊。我应该合群，如果朋友聚会，我无故不参加，想要回家看电视休息，那就是不合群啊，那就是没有团体意识啊。我应该要道德啊，我应该要道德，我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应该要勇敢，我应该要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啊。即使你很弱小，能力不足，我还是应该要怎么样？我应该要很厉害啊，我应该赚大钱，我应该老婆要漂亮，我应该小孩子都是功成名就啊。是不是你人生有太多应该了？连参加一个比如说过年过节家庭的聚会，你都被认为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参加就是非常的不孝顺跟不合群，然后产生很多人生的困扰。你是不是应该每一次做专案的报告或专案的业务都做得非常好，然后不断的成功，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甚至怕说万一未来有一次失败了，那就是非常的丢脸，所以一定是要急流勇退，保持一个最完美的面貌给世人。你看看这些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负担很大？所以应该要怎么破除这个人质情节呢？下一章，你绑架了自己啊，你用完美的人设，我应该来绑架自己。事实上啊，你能力不足啊，你想当班长，但是能力不足啊，能力不足，但是你有这颗心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你应该要承认，我能力不足，我做不到。你并不是不要孝顺，而是说那一种孝顺的方法，完全配合的方法，一天打10通电话的方法，随扣随到的方法，这个我做不到。并不是你不愿意做啊，你真的是做不到啊，你愿意做也做不到啊，因为你能力不足啊。如果勉强配合啊，到了有一天啊，你终于爆发了，你是翻桌的啊，砸东西的啊，讲干话的啊，制造更大的伤痕。朋友比如说要给你借3万块5万块，那你借给他，你明明就没有能力借给他，但是你还要装大气，结果呢，这个朋友就做不得了，因为啊，你这个钱呢借的不应该啊。那你想要功成名就，你把标准弄这么高，你去面试一定要大公司的，小公司看不起，大公司又高攀不上，所以一直都在待业中。所以完美的人设呢，拖垮你的人生。所以方医师说啊，什么叫做幸福的距离？我与幸福的距离在哪里呢？就是真实的我，那个本事就到那里的我，跟理想中的我那个距离的差距呢？那个差距如果是越远的、越大的，那你离幸福就是越远。所以这应该叫做不幸福的距离。有时候呢，我们真实的我，过去的我，你把它想得太黑了，它的确是有些不良的剧本啊，但是也没有那么的黑啊。但是因为你不肯真实的面对啊，所以你把它认为啊是一个非常糟糕可怕的，所以带来非常沉重的焦虑感。事实上也没有这么黑啊，不过就是这样一回事嘛。那你把自己的未来，你理想中的我也想得太白了，你觉得你自己呢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也没有那么了不起了。所以过去太黑，未来太白，这些都是造成人生的不幸福。所以啦，我再用林布兰特的话，他的话呢，永远都有一道光打在脸上，那是舞台剧场的光啊。那这一道光呢，让整个画面啊黑白分明，黑白分明。那不要再过这一种过去太黑，未来太白的黑白分明的人生了。我们把这个室内光呢，慢慢改成室外光、自然光。
事实上啊，真实的我啊，过去的那些创伤啊，没有那么黑了。就算那么黑又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理想中的我呢，也没那么大的本事啊。你是可以有理想啊，但事实上是很骨感的，所以理想中我也没那么白啊。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样子的事实啊，你的人生呢，那个幸福啊，就在街角等你啊。所以方医师再提倡一次啊，我们不要林布兰特黑白分明的人生啊，好像在人生的剧本中，只有万恶不赦的坏人，还有非常光明到爆表的好人啊。事实上不只是这样，人生是自然光的人生啊。这一张是我上个月画的一个睡莲的图啊，你看呢，右上角的睡莲啊，黄色的睡莲代表一种欢乐、光明的力量。那左下角的这些蓝蓝的、紫紫的，代表内心的一种忧郁啊。欢乐跟忧郁啊，常常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那么的忧郁，也没有那么的欢乐。在这个池塘里面呢，到处充满着自然光啊，光在那边渗透乱窜，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啊。这是也是上个月方医师的画作。你看这位仁兄，大家可能很难相信我画的是谁，我画的是金城武啊。金城武的一个电影的海报的照片，结果我把它画成这个样子。好，那你看他回头看过去，不就是冷眼旁观吗？你看那个眼神也没有在控诉什么啊，就好像说我看到了，虽然他满脸通红啊，嘴唇发白发蓝啊，但是两个眼神告诉你说，不就是这样子吗？我看到了。我不小心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那一种无辜的控诉啊，这就是我们面对过去的方法。至于对于未来啊，这个是方医师另外一个画作啊。那这位有一点古典美的那个女生啊，那你看，就是脸也是脏脏的啦，头发也是黄黄的、乱乱的啊，衣服也是这个样子啊，这样也是人生啊，就这样子活也是 OK 的啊。真实版本的人生啊，好，虽然有一点无奈，但是也是 OK 的啊，不需要一定要很光彩，戴上皇冠，穿上礼服，那是你高攀不起的幸福啊。所以过去就是冷眼旁观，未来呢就是这样子的活着。所以对于我的过去跟未来啊，方医师说啊，不要再绑架自己的人生啊，不要有人质情节啊。你要释放了我自己了，在于过去的那些创伤，虽然你参与了，可是你是被动的啊，你也没有办法决定这一切啊，你就默默的承受，冷眼旁观的承受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啊。至于未来呢，为了满足自己虚荣，产生完美的虚拟人设，这也是带来莫大的压力啊。自己不行就承认不行啊。你一旦开始承认自己不行就变得海阔天空了啊。所以把过去的黑跟未来的白拉近一点，形成自然光印象派的人生啊。最后这一章，你看在人生的跑道上有三个我啊。这三个我一个是在前面，然后很有力气的我，很壮大的我，运动健将的我，然后在前面等着你说来啊来啊来啊。这就是你人生追寻的版本呢。但是事实上的你呢，你是在后面很辛苦在追着啊。所以你不要把自己那个目标设得太远了。我常常讲啊，从大安公园走到台大这个是走得到的啦。但是叫从大安公园走到高雄也是走得到，但是很难走啊。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到那么大那么远啊。跟你的理想的我保持可见的距离了，好不好？至于那个脆弱的、容易焦虑紧张的、莫名其妙会哭泣的，你要帮帮他了。你不要看不起他，把他甩在一边，然后他就用各种方式来整你了。比如说，他就会让你偏头痛，他就会让你肠胃不良，
它就能让你肌肉僵硬。那这些都是他使出来的求救的讯号呢。所以人生要到达终点要这3个我一起到脆弱的我你要扶持他，那个理想的我呢不要走得太远了。所以3个我呢一起携手到达终点，这就是方医师面对焦虑的 solution。那我们也讲了24集的面对焦虑的系列那有提出6条路，那这么多的方法，无非就是让你自己看清楚问题，自己疗愈，拯救自己那以上呢就是方医师的这个分享，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